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我們歡迎清華大學講座教授張妍婷張將軍。思敏好，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台北市議員侯漢廷議員。主持人好，大家好。好，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特別帶觀眾朋友來關心到這一場中日的爭議，要來關心到的是日本現在確定它的9兆的軍費了。那麼這個9兆軍費這麼高，史上最高的金額，到底是對準誰呢？今天也會來關心到的是飛彈、無人機也是齊發的這些武器下能夠擋住來自於中國超高音速的殺器嗎？今天另外也會關心有關於琉球復國是否引起全國的怒火呢？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做關心。好，我們趕快來看到的是高市早苗今年這個11月初的時候，不是拋出了一個台灣有事論嗎？確實一直導致這個中日關係持續的不斷的升高。美國總統到現在川普啊都沒有發出什麼樣的聲音做太多的表態，所以呢，高市這個時候自己開始想辦法了，是不是坐立難安了呢？所以高市他已經表態，希望呢趕快去會見川普總統。最新確實呢，日本政府是內部已經開始做調整了，說明年最快春天就會開始展開高市早苗的訪美行程了。另外呢，在對美國示好的同時，是不是高市早苗這時候對中國大陸的態度上也開始稍稍有一些軟化的跡象呢？我們來看到他怎麼說。在最新的一場記者會上面，高市早苗是這樣說的：中國大陸是重要的鄰國，但是呢，確實現在中日之間存在安全的疑慮，因此他接下來會從各個層面來向中方說明。看似在這個政治上面好像稍微降溫了，但是今天觀眾朋友，我們要帶您看到2項可以從這個軍事上面看到，是否日本還是刻意要升溫對於中日之間的關係。首先，我們要來看到日本軍方最新這個是小泉進次郎，他突然在他的社群平台上面丢出了一張照片。那這一張照片其實就是一個手套，導播我們可以 cue 一下這個手套。這個手套呢，其實是這個前 F-15的戰鬥機的這個他的飛行員，那麼他同時也是現任統合幕僚長的手套。上面我們可以看到有寫4個字，上面寫的是冷靜跟嚴格。那小泉進次郎是這樣子講這個手套的，他認為說這個他表現得非常好，當時面對中國大陸的軍機，對日本的 F-15進行了連續30分鐘的雷達鎖定，可以在如此沉着的一個氣氛之下完成了這一場重要任務，被視為是否對中國大陸挑釁呢？另外一頭，日本的軍費上面確實剛剛提到第2點也在持續的升溫，加劇了中日之間的一個對立。趕快來看到現在呢，說年度2026年的軍費預算，是史上最高，高達了9兆日元。錢花在哪裡呢？我們一起來看到他買了些什麼東西，包括了長程的飛彈，還有這個無人機，然後包括新編宇宙作戰集團。航空自衛隊也升級為叫做航空宇宙自衛隊，並且呢會來強化西南戰區。評估接下來還會採購的是極音速飛彈，這個是達到速度超過5倍，是難以做攔截的。小泉進次郎也針對中國大陸的軍費做了一個批評哦，他認為說中國大陸你20年來軍費成長大約是7倍，遠超過日本吶。尤其他特別提到這3年裡的軍費成長更是遠遠的超過日本。他說如果日本這個時候不強化自己的實力，會讓外界誤以為說你們中國大陸要進攻日本是很容易得手的事情。針對於小泉進次郎的這番言論，中國大陸則是怒批日本沒有資格在這邊說3道4。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張將軍怎麼看了有關於軍費創下新高，來到9兆，長程飛彈無人機對準誰？那美日是準備好要對付大陸的超高音速導彈了嗎？中國的雷達照射30分鐘，日本這時候高調秀出了這個手套，被批是有軍國魂的手套，這樣會不會把日本給推上火線？張將軍就這些議題怎麼解讀？我認為是日本的政客的操弄，因為日本它有少數的極端主義分子，還有軍國主義分子，他會在這個地方做話題，而且經過他們操弄之後，我認為日本是信心超過能力，就是自我膨脹了。他其實沒那個料，沒那個實力。他現在就算是他有這個軍費是9兆，9兆的話大概折合美金大概就是600億美元，600億美元。那其實這樣是不夠的。他真的要如他所說的要跟中國大陸等量齊觀的話，最起碼他要增加軍費
到它的 GDP 的2.5%，你才可以到達這個標準。2.5%是多少呢？大概是22.5兆日元。22.5兆日元換算成美金好，因為大家對日元可能有一點點模糊，你換算成美金大概是1530億美元，你大概就要這樣子，你才日本的這個軍力哦，它才能維持到這個水準。那目前你就600億，你差1530億美金，還有一段非常明顯的距離哦。我認為它要到GDP 2.5才能說這個話。第二個，我們來看日本的自衛隊招募目前困難，它的編制24萬多人，但是它其實現在只有22萬，還缺2萬多。這個還不是問題，這個問題還不嚴重。最嚴重的是自衛隊老化，它平均年紀38歲多，都老了，都老人老兵都老了没有體力没有戰力，會有這個狀況。那你是不是要年輕化？你如果是真的要軍國主義，你在這個軍人的素質還年齡是不是要做提升？你年紀要年輕化，不然怎麼打仗？你的體力就是戰力啊，你沒有體力耶，年紀大了，畢竟不如小伙子，是不是？所以我認為這個自衛隊的它裡面的這些素質，還有它的這個有生的戰力是有問題的。那第三個，我認為日本要跟中國大陸來等量齊觀，他們要和，因為他到現在三不嘛，不發展、不引進、不生產，這很清楚嘛，對不对？他是其他周邊國家全部都，他周邊的國家都有核，俄羅斯有核武，朝鮮半島的北韓有核武，中國大陸有核武，他沒核武，那他的氣就比他短了一截，所以他這個樣子。你說他怎麼樣跟這些人等量齊觀？我認為有問題啊。另外一個我們來看呢，就是他缺戰略武器，他有沒有戰略轟炸機？沒有。他有沒有長程導彈？沒有，只有中短程。他有沒有核動力的攻擊潛艦？沒有。他四周環海，所以日本這樣來看，我認為他先天的條件不夠。而且日本是島國，是大島，島國最怕的是被攻擊，因為島國沒有縱深啊，四周環海啊，沒有縱深啊。那他要以攻代守，但是他沒有攻擊性的武器，所以日本這各方面的軍事的條件呢是有限制的。他這個方面呢，我認為不成熟。他如果真的想要這個分庭抗禮，他這個整個的軍事結構，我認為要大力調整。他在沒有調整的狀況之下，我認為只是被政客操弄。政客喜歡碰風，政客喜歡吹牛，政客喜歡信心超乎能力，他才能夠騙人家選票啊。我認為他是走向一種政治化的現象。好，謝謝張將軍。那我們同樣的問題也請教漢庭怎麼看？這個日本的軍費確實這個9兆日元史上新高，那可能來對付來自於包括了中國大陸跟俄羅斯的高超音速武器嗎？另外就是有關於這個軍魂手套被中國大陸痛批的，你又怎麼看？會不會把日本推向火線？日本政府口口聲声說建構所謂的反擊能力，這在國際法和日本的和平憲法框架下，根本是掛羊頭賣狗肉啊！以反擊之名行進攻之實，你看他購買的是長程導彈，研發極音速的武器，這已經遠遠超過了專守防衛的範圍了。說白了，你買一把雨傘是防衛，現在你是要造一門大炮對準鄰居的門窗，然後說這是為了防止鄰居大聲說話，造9兆日元，這怎麼樣都說不通了。第二個，他不論是在什麼宇宙跟無人機的迷夢，日本想要把戰爭引向太空，想要搞什麼無人機群的封鎖啦，這個實際上那個都是面對中國大陸高超音速的技術已經成熟並進入實戰的狀態，日本呢想要彎道超車，技術上還差得太遠。至於小泉進次郎曬出的那個寫着手套，簡直就是一個很拙劣的表演。為啥？中國大陸的軍機在自家的門口，在合法的空域進行常態化的巡航，日本的飛機湊上來騷擾偵察，被大陸的雷達鎖定，是很正常的事情嘛。而且呢，是鎖定了30分鐘，他才離開。這說明了大陸的飛機高度克制。理論上，日本這種丟人現眼的事情，你被瞄準30分鐘，人家沒打你，對吧？那你這什麼呢？你把這種丟人現眼的事情包裝成自己沉着完成任務，還拿了一個舊手套，然後呢來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不是在穩定軍心，這就是給火藥桶遞火柴，把第一線的飛行員推向擦槍走火的深淵呢。所以這是一個很高度算計的悲情牌跟強心針。對內他告訴老百姓啊，你看大陸欺負我，所以我要花9兆。那對軍方呢就說你看，其實我們很鎮靜。但最關鍵是對外，他在向國際，尤其是川普在訴苦。你看我為了美日同盟在第一線承受這麼大的壓力，你不能拋棄我啊！所以日本現在其實患的是孤兒焦慮症。
好，謝謝漢庭。我們看到9兆日元這個史上新高的軍費，到底能不能真的實際到加強日本的整體的軍事結構，這個都要持續的來做關注。目前看起來，我們還要來看到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包括了現在在琉球群島這邊，則是掀起了一個全新的復國的這個潮流，正在內部不斷的延伸當中。其實這樣子的一個浪潮已經持續好一陣子了，尤其在今年10月份開始，可以看到大陸他特別呢在聯合國首次的說了，他说冲繩人應該要屬於原住民族。主要為什麼所謂的琉球人他們對於這件事情很不滿，覺得自己站在這個戰場的第一線，就是因為日本長期把他們70%的駐日美軍基地集中在這個只占日本面積只有0.6的這個琉球上，導致當地民眾就痛批說，真的，一旦開戰的話，我們就是被第一個戰場上面犧牲的人了。包括了這一位，我們看到畫面上這位是來自於日本的學者，他叫日本的龍谷大學的教授松島泰妍，他也說，琉球也就是日本稱的這個沖繩，並非日本固有的領土。其實琉球在1879年被武力併吞之後，國際的地位到現在都還沒有定。所以呢，他也特別指說，琉球跟大陸的關係其實是比較長的，雙方有長達500年以上的關係，是遠遠超過日本當時統治的146年的。所以他更是建議說，中國大陸你其實有責任去支持琉球來擺脫日美體制，走向復國。針對這樣子的言論，楊老師怎麼看？琉球的問題，我想大家都知道哈，本來是一個獨立的王國，幾百年的時間。但是到了19世紀中葉的時候呢，日本的江戶政府就開始在攔止它。那有所謂的第一次琉球處分、第二次琉球處分，從日本的角度，到後來呢，1879年正式佔領琉球36島，而那個同時之後呢，就開始對釣魚島、釣魚台列嶼，進行就是併吞。那琉球，所以1879年，各位想想看，在大概1894年、95年的時候就發生甲午戰爭，所以這是一個延續性日本軍國主義擴張的動作。1879、1895，然後你看到918事件，然後2次大戰對整個亞洲的侵略。那因此在戰後的開羅宣言當中啊，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失誤。沒有提到琉球的歸屬跟獨立。當時是談到了這個韓半島，談朝鮮半島，談到了台灣啊，以及亞洲的一些情況。但是呢，琉球就已經變成當時關鍵是美國戰後想要在琉球駐軍。可是美國在最後的戰爭中的末期的時候，1945年應該是4月到6月的一段期間呢，打了一場叫做琉球戰爭。或者是叫沖繩戰爭，非常有名。在這個戰爭當中呢，日本方面軍方大概死亡8萬人，10萬人；美國方面死亡8萬人。日本在就琉球當地的居民起碼超過10萬到15萬，這些數字都不確定。到現在日本的部分的教科書當中仍然有這一段，也就是這麼慘烈的情況之下，後來美國決定要對廣島、長崎丟原子彈。而當時琉球最後甚至有一些當地人被日本的軍隊迫害，要求要集體的自殺。這種說法其實一直在歷史上存在的。所以戰後一直到1972年，美國佔領的琉球部屬的軍隊才把整個琉球的行政權歸還，叫沖繩歸還。可是呢，你到現在為止，你看到整個這個琉球上面占有的美軍呢，大概是70%的美軍在日本的軍隊都在琉球。對，你如果把那個相關的那霸市啊那個地圖拿出來看的話，它那個民間的區域居住的是分散的，都集中是大部分被美軍的基地給占領。那中間過程當中，當然發生了很多跟當地人的衝突啊，甚至一些這種就是軍人對待女性的一些迫害的問題。所以琉球人一直覺得，它其實是被侵略、被佔領，然後呢又成為戰爭的所在，然後呢被美軍在不斷的佔領。那接下來中日關係如果緊張、發生衝突、戰爭，是不是其實台灣有事、琉球有事啊？不是日本有事啊，是琉球有事啊。所以他們覺得又會一個戰爭。所以這個時候呢，中國大陸就覺得說，這個時候應該把
琉球的議題給公開討論。不過我們也看到，日本方面也在動員呢，像這兩天，沖繩縣一個叫做豐見城市，豐田的豐，見到的見，那他的市議會就通過一個決議說，我們是屬於日本的領土，我們是日本人，這樣子的決議。這就表示說，其實這就有爭議了，對不对？然後另外，現在沖繩市的知事，他叫玉城丹尼，他沒有對現在的琉球運動以及琉球的地位的這個問題有過反對的意見。他覺得這個東西可以大家公開討論。所以你看到中國大陸的駐聯合國的代表傅聰在聯合國安理會提到琉球議題的時候呢，就引起琉球當地的熱烈的討論。我覺得這是應該可以討論的，對不對？因為你是一個長期的軍國主義的延續，而且你對待琉球的這個做法、態度、地位，你把它視為幾乎是二等公民，而且變成戰爭的場域，而且未來可能還會發生戰爭，以這邊為主。所以我覺得琉球人自己本身應該要有所了解，而且應該要有所覺醒。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